我相信正在观看视频的你们，有不少人都和我一样，都非常喜欢35毫米这个焦段。那无论是单反还是如今的无反，无论是离龛还是索尼，35毫米啊，一直以来都是我第一支购入的定焦镜头。那如果呢只可以带一支镜头出门的话，那35毫米呢绝对是我的首选。年初啊，我购入了这支索尼的35f1.8。那虽然呢，我曾经发视频说过，我是暂时不会考虑这支35f1.4GM 的。那不过啊，经过我一番的心理斗争之后啊，我最后还是忍不住又购入了这支35f1.4GM。那本期视频我会从理性还有感性的角度去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使用感受，还有分享一下我到底会保留哪一支。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在视频的开始啊，我先解释一点，为什么我会产生购买35f1.4GM 的念头。那首先呢，在我购买35f1.8的时候啊，1.4GM 并没有上市，而且呢，我之前都一直觉得我只会使用索尼来拍摄视频，拍照我还是会使用尼康。那所以呢， 1.8 这镜头呢，性价比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就会相对来说更高了。那不过啊，最近呢，我也开始使用索尼相机，开始拍摄部分的题材了。那并且呢，我也非常期待 A7M4 的到来。那所以呢，35毫米 f1.4GM 就登上我的愿望清单了。那实话实说，它们的价格呢相差比较大，光圈也不一样，定位也不一样。按照正常的思维啊，贵的肯定是比便宜的好的嘛，新的肯定是比旧的好的。那有钱直接冲 GM 就好了，那根本就没有比较的意义。但是啊，根据其他的博主的视频，还有根据我个人的一些使用习惯，35f1.8呢，的确有些地方比 1.4GM 更好。那当然了，也有不少人会拿这支35f1.4GM 呢和这个适马的35f1.2，还有最新推出的35f1.4 DGDN， 还有索蔡的35f1.4来对比。那不过呢，根据我个人的理性比较，还有感情上面的一些考虑啊，我都把它们排除在外了。那因为呢，适马的 1.2 呢实在是太重了，那索蔡的 1.4 呢也有点历史了，而且呢，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个人呢还是更偏爱原厂镜头。先聊一下它们的外观吧。如果只是说颜值，我个人呢更偏爱 1.4GM， 就这个鲜艳的 G 大师标志啊，就可以让你的甲方觉得你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光圈环、对焦环、手自动切换拨片都配套齐全，而 1.8 这支呢相对来说就会低调很多了。那不过呢，我个人呢更喜欢这种莲花形状的这个遮光罩。那 1.8 这支呢非常的小巧，仅有280克的重量。那 1.4GM 呢虽然说不上重还有大，但是它和 1.8 比起来呢，的确是胖了一圈，而且呢几乎呢也是重了1倍。那如果是拍摄视频呢，其实呢 1.8 这支搭配稳定器使用呢，会让我觉得更加的轻松。那不过呢，如果你们同时还拥有24这个 GM 的话呢，那使用35GM 呢，或许在更换完镜头之后呢，可以无需调频就可以直接进行拍摄了。而在滤镜口径上面呢，我个人呢是更偏爱67毫米口径的这个 1.4GM 的，而并不是55毫米口径的这个35 1.8。那因为呢，对于我个人来说，67毫米口径的镜头呢，在使用 ND 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那如果是拍摄照片呢，我个人呢也更热爱这支 1.4GM 的这个手感。画质还有锐度方面呢，在全开光圈下，无论是中心锐度还是边缘锐度 ，1.4GM 都更胜一筹。这样你在拍摄的时候啊，构图可以随心所欲。那无论拍摄的时候，这个主体是在中心还是在边缘，都可以得到清晰锐利的照片。那不过呢，35 1.8呢，其实表现呢也并不差的。那日常拍摄甚至是专业拍摄，我觉得都是足以满足大部分时候的一些需求了。只是呢，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那还有一点呢，那如果呢是拍摄视频，那并且呢，如果是只是在网络上面进行播放的话，那我相信呢，绝大部分观众呢是无法区分哪一个画面才是使用35 1.4GM 来进行拍摄的。而在紫边还有色散方面呢， 1.8 这支呢表现较差。但是呢 1.4GM 呢也并不完美，那不得不说呢，尼康啊 C 卡口镜头在这方面呢做的实在是强太多了。
而在看算光方面呢，无论是 1.8 还是 1.4GM， 在极限的情况下面呢，哪怕戴上遮光罩都有明显的鬼影。那不过呢，当我们在拍摄视频的时候脱下遮光罩，使用 ND 滤镜之后呢， 1.8 这支反而表现更优，那这让我呢非常的惊讶呀。那在背景虚化方面呢，我个人呢更喜欢 35f1.4GM 的这个散景，那要比呢 35f1.8 呢好看不少。那不过呢，这个比较呢比较主观，我也放一些图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不过呢 35GM 的最大光圈呢是 f1.4， 那所以呢在虚化方面它是有先天的优势的。还有一点，在我日常拍摄工作中，我是经常需要在比较暗的环境或者在夜晚呢拍摄各种会议还有活动。那当我在使用尼康的时候呢，我都是搭配尼康的这个 f1.8 定焦。那有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把 ISO 推到去4000甚至更高。而在索尼系统下面呢，我个人呢还是更希望使用更大光圈镜头来进行拍摄，而不是一味的把这个 ISO 推高。那不过呢，其实索尼的高感呢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而在最近的对焦距离方面 ，35f1.8 仅为22厘米，而 35f1.4GM 呢则为27厘米。那如果使用手动对焦，还可以缩短去25厘米。那我个人觉得呢，在实际拍摄中，这几厘米的差异呢，影响呢并不算大的。在对焦方面，我个人觉得无论是拍照还是拍视频，两者表现的还不错。那不过呢 35f1.8 呢，让我感觉对焦速度更快，而这个 35f1.4 啊，在某些时候呢，还需要抽动一下才可以找到目标。那这一点呢，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了。价格更高、更新的镜头，居然对焦速度啊还不如3年前的镜头。那索尼的操作呢，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无语啊！这也是让我觉得它不够大师的原因之一的。而在呼吸效应方面呢，这也是最多人吐槽 35f1.4GM 的部分了。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点呢已经被用来评判一支镜头好与坏的重要指标了。那更有不少人调侃它是35到40f1.4GM。那这方面呢，我是最希望可以通过同时使用2支镜头，再结合我个人常用的一些拍摄场景，还有一些拍摄手法，看看它们到底区别在哪里。毫无疑问啊，这支 35f1.8 呢，呼吸效应无论在任何场景还有拍摄距离下均表现优秀，而 35f1.4GM 呢，则明显表现较差。那特别是呢，当需要在超近距离的这个前景物体和远距离这个背景需要进行这个对焦切换的时候，但是呢，只要前景物体对焦距离在相机的1米以上的话，那这种呼吸效应呢，就会相对来说减弱了。那如果注意一下拍摄手法还有运镜的话，那在实际拍摄中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是可以勉强接受吧。那如果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位来自于日本的这个油管大神的一个小短片。那其实呢，这个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呢，都难以看到这个呼吸效应的存在。那不过呢，实话实说，也是因为这个呼吸效应呢，也让我纠结了很久。一直无法这个决定到底有没有必要同时保留这2支镜头。在这里呢，我也是不得不再次夸一下尼康的这个 C 卡口镜头了，因为他们每一支的这个呼吸效应呢，都控制得非常的好啊。那最后总结一下，那其实呢，这2支镜头我的使用时间呢都并不算长。我还没有拥有 35f1.4GM 的时候呢，我是真心觉得 35f1.8 还不错，够用了。特别是用它来拍摄视频，性价比呢还是挺高的。
但是呢，我这个人喜新厌旧。当我拥有了35 f1.4 GM 之后，那虽然呢，我手上面只有这个1200万像素的 A7S3，但是它的魅力呢，也不妨碍我带它出门拍照，记录我家人的一些生活，还有一些日常。那甚至呢，是用它来拍摄一些只需要在网络上面传播的商业活动拍摄。而且呢，实话实说，我个人呢还是更喜欢 f1.4 这种大光圈镜头的。那在我看来如果经济允许的话，那这两镜头呢其实可以同时拥有的。那当需要进行日常拍照的时候，35 f1.8 轻便的设计、优秀的对焦速度，还有还不错的这个画质呢，非常适合随身携带，那足以满足大部分的一些拍摄需求了。那如果是需要进行商业拍摄的话，那或者呢是需要搭配 A1 或者以后更高像素的这些相机的话呢，那35 f1.4 GM 呢，那绝对是目前索尼35毫米焦段里面呢最好的选择了。那在拍摄视频方面，35 f1.8 呢无疑是目前最不错的选择。那优秀的对焦还有呼吸效应的控制呢，而且呢，目前的价格呢，已经比上次时候呢大幅下降了。那但是呢，如果要配合以后的这种 8K 或者更高规格的这个视频拍摄的话呢，那或者呢，已经拥有别的这种20GM85GM50GM 的镜头来使用的话呢，我是觉得35 f1.4 GM 呢，那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值得入手的。那直到现在我就觉得索尼是故意让这两只镜头做到并不完美，故意让它们的定位不一样，一只主攻视频拍摄，一只主攻拍照片。那希望呢，我们呢可以同时购入。而我个人呢，也是经过一番的这个思考还有心理斗争之后最终还是被35 f1.4 GM 的颜值给打败了。那所以呢，我也准备出手这支35 f1.8。保留这支 f1.4 GM， 那不知道你们会如何选择呢？那欢迎大家可以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哦。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那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这视频的话，请记住给我点赞、留言、投币，还有分享出去。还有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